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卡莎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卡莎的出装方式有些不同，没有选择做海妖。虽然说它右下角说是有海妖，但肯定是没改过来。他这边打的是传说局，所以有可能海妖打低分就不是打一些没那么顶尖的那种高端还好，但打这种局的话，可能会选择先做破败会更好一些吧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对线，像9桶辅助这种，一般是真的就是高手局才会出现。派克辅助在低端局也是很少见的，因为选出来除非是那种小高手，不然都是废。这里 A 了很多下，补上输出以后，辅助这边上来勾到以后直接收，这样的话可以双杀到手，辅助会让人头，你看没有？这就是会玩的呀。对面进太着急了，被那个派克勾引以后，一直把输出打给辅助，想收这个人头。像这边阵容其实没什么前排哦，可能有派克去吸引一波伤害，但吃的并不多，不可能说吃到那种大招或关键伤害。所以卡莎这局的话，还是得打一个先锋啊，要冲上去输出的。对面打野 Q 技能拉开啊，不给你打那个控制。他就算把那个输出打到派克身上 ，Q 到了派克，但一样会被控住，所以他必须得用这个 Q 去拉扯开。像他要出钩的时候你就要注意，有时候你要注意队友的位置。他要勾的时候，你就往前走一些就可以了。这里输出打出来以后，9桶好弱。对面塔下只有一个人，维哥作为进场。像这局是吧？佛爷哥，前期这佛爷哥在这个版本确实很强，前期也不会太弱。凯隐的话就是变身前会差一些意思，但他是不缺伤害的，所以这局可以感觉到那个佛爷哥他的那个什么。打野压力不怎么高，还是 OK 的。这里打个探照，先看一下对方打野是不是有可能往这边蹲了。这里打断对方的回城，偏了一些。看一下中路派克，我还以为他给大招了嘞，他后面才给的，我以为他空大。
中路打了起来，但没有被动啊，有被动的话就可以飞了。没有标记到，可惜啊！但这里队友打出了控制，就有标记了。只要大招范围内啊，哎呦，这里帮队友挡一下，A 一下往后拉，不要给他打出那个被动。完了，屏障必须得交了，闪现拉开，让队友去收割人头。走位没有扭掉那个谁啊？没有扭到凯南的一个 Q， 扭掉的话，这个闪现可以省下来。这样的话，射手对面射手好无助啊！说实话，因为辅助已经放弃了这个射手，这个塔已经守不了一个人的话。首先一个点啊，装备劣势，然后辅助不来帮你的话，这个塔你就不要去守，因为辅助的话也不可能说因为赖在你这里。就有时候你也得看情况嘛，就是该做怎么选择就做什么，做最优选择就好了。如果你这边只是送掉一个塔，没送人头，然后你还能吃到回推线，那总体来说没那么亏的。这里让派克直接上，能打出控制的话，大招可以直接飞的。对面跑不掉了。打断，这里的话就让他吃这个人头，因为他会共享经济。大招攒出来的那个经济会可以共享。对面也选择的是做红凯，没有做蓝凯，这把压力是有点大。能让对面。如果对面敢选蓝凯的话，就说明是顺风这种，然后但是如果逆风打蓝凯的话，其实很被动。红凯的话就有点容错高很多，能扛能打吧。对面其实劣势，但劣势不大的，但佛爷哥的优势很大。完了，这里还这么上。闪现拉过来，那这局 MVP 应该是拿不了了吧？毕竟佛爷哥那么猛。这里往上路可以打的，对面一个辅助，这个酒桶大概率不是那种经常玩辅，不是应该是补位那种。这里有大是可以跟的，但不要太着急，你不确定他后面有多少人，如果太着急跟了的话，就很容易出问题。对面开引，看到你的人头漏了，他立刻就在你推线了。两边的话选择互换经济啊。
这里对方直接开大招过来追，那派克有可能得掉点。1换1，辅助换一个，可以的。对面辅助上来送。这里能推掉1塔就很赚，越塔的话，说实话有点亏这样子，没什么蓝量了。但平 A 得过对方，对方血量很差，可以，这波配合很好。派克又被留下来了。对面应该打不了龙，毕竟射手掉了。先去拿小龙，把小龙给续上去。这里混伤的话，其实特效流伤害确实目前来说比那种暴击流的打法好很多。除了，哎呦，这里的话，先看他打完这波团战，酒桶大招确实特别烦人，那直接去拿龙了。然后就是极个别的 AD 暴击英雄会好一些，像卢锡安还有那个沙弥拉，他们只能玩暴击流。这里的话，铁男直接把打野给拉进去了。哦，没关系，这不是输出是吧？这是个辅助。如果是输出的话，卡塔肯定顶不住这酒桶这么壮。感觉这边如果能打赢这波团战的话，可以直接一波了。派克上去直接斩了，人头的话是送掉了。这奥劳夫开着大刀就想来砍人，但发现砍不太动。哇，这铁男拉人拉的是真的好啊！他每次都是那关键时刻拉一些关键英雄，直接拉进去。那行。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